古代1-2000年前，一个人的平均寿命是30岁，现在人的一辈子是以前人的3辈子。过去适用于老人的概念，现在完全不适用。长寿真正的秘诀是什么？许医师想创造一群80-90岁的年轻人，头脑好，体力好，甚至可以重新再有创造力跟社会生产力。整个大家关于年龄退休的概念，其实会完全被打破。在同一个次元相遇，不是偶然。大家好，我是许医师。现在似乎人类也进入了一个高龄的创造力生活，比如说世界最高龄的92岁的女模特儿，大陆的一位男模王德顺。他好像是70几岁才开始爆红，然后他今年86岁。他本来是一个演员，后来开始走秀、健身、拍电影、学开飞机、当 DJ、玩滑冰。今年86岁，各位听起来多令人振奋啊！你今年86岁了吗？你今年92岁了吗？如果还没到，恭喜你！你将来还有机会走老运。那徐师又另外看到一个日本最高龄的冲浪选手，他可以单脚站在冲浪板上。然后另外一个台湾的107岁的一个阿嬷，她的长寿秘诀是她喜欢吃肥肉。现在大家年纪都越活越老啦。2023年，台湾的统计资料，男女平均寿命80岁。意思是说，你几乎可以预设每一个台湾人都可以活到80岁的概念。那当然，如果你是女性，大概再加个4-5岁；你是男性，减个4-5岁。OK， 大家记不记得徐师跟大家讲过，长寿真正的秘诀是什么？不要给各位猜了，我直接讲答案好了。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信念创造实相。所以长寿最简单的秘密就是你想要长寿，你想要长寿，你就会创造长寿。但这句话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就要问下一个问题了：什么样的主客观条件之下，你会想要长寿？来，各位记得哦，徐师把问题问得很清楚咯。什么样的主客观的条件存在之下，你想要长寿？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假设你的后代都发展得很好，经济不虞匮乏，那么这样的一个客观条件，你会希望活久一点，还是你的后代经济有问题，养自己的小孩都很吃力了，而这种客观条件，你会想要长寿吗？我想你也不好意思长寿吧。再来，如果你觉得自己活得很开心，活得算健康，你会想要长寿？还是你活得很不开心，每天全身酸痛，甚至生不如死，你会想要长寿？你有病哦！所以各位有没有懂得徐医师刚才那句话？活得长寿的人是他想要活得长寿，想要活得长寿，前提的主客观条件是什么？古代1-2000年前，一个人的平均寿命是30岁，现在是80岁，再过几年可能会到85岁跟90岁。来，各位，这代表什么？代表了现在人的一辈子是以前人的3辈子。所以过去适用于老人的概念，现在完全不适用。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全世界的退休年龄都在往后修正。据说日本跟欧洲退休年龄已经延到了67岁，也许再过5年10年，退休年龄可能会延到
70岁。意思是，现在大家开始感受到，年纪大不代表退化，年纪大不代表身心的不重用。好，那这也衍生出赛斯心法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肉体的衰老是幻象，年龄也可以是幻象。今年过完年，许医师的虚岁57岁，可是各位主观上来看，你觉得我有觉得自己是57岁的样子吗？当一个人白头发了，有皱纹了，显现出好像老化的征兆，其实那也只是肉体的表象，并不代表你真的衰老了。从身心灵的角度来讲，大家对于所谓的老年跟衰老已经开始要进入一个崭新的完全不同的定义了。你可以从你的正常的工作退休，但是你必须要开始进入身心灵的永远不退休的一个概念。当然这涉及了广阔的现在的这个时间观，那这也涉及了我们赛斯心法很喜欢说的叫轮回转世先修班。如果你在退休之后，你学了另外一个语言，你再重新回学校学你当年最讨厌的微积分，当人在60、70岁之后，你当年数学不会，你难道不会想要去把它弄懂吗？好，那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在这一世的转世结束前，你要开始进入学习，灵魂是没有年纪的。当然，你这一世不学，你下辈子一样数学不好啊！不然你以为那些数学天才是生下来就是天才的吗？不是，人家曾经以前认真过嘛。所以现在关于年老的概念已经完全改变了。比如说，许医师是在推广身心灵，那你觉得灵魂有年老的概念吗？我们也提到，孩子都是老灵魂，既然肉体是假象，时空是假象，那年龄不也就是假象吗？年龄到底是一个客观现象，还是主观心态？如果年龄主要是一个主观心态，那么各位，人类的社会未来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了。我们可以透过信念的改变，透过心态的调整，创造出一群80、90岁的年轻人。这就是许医师未来的目的。将来我们赛斯心法要成立这个长春学院，许医师想创造一群80、90岁的年轻人，头脑好，体力好，甚至可以重新再有创造力跟社会生产力，因为这是现在社会所必要的。重新创造一群80、90岁的年轻人，就是健康，甚至创造力、体力都不输年轻人。各位，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对于银发族就业，有老了还能工作和老了还要工作两种不同声音，许医师怎么看呢？我们就要开始去问啦。那请问2度就业的心态是什么？他是因为经济的困境，不得不再去2度就业或所谓的银发的就业吗？那如果是因为来自经济的困境，那各位，那讲句实话，那你不去就业，你还是得就业啊。那你的孩子不养你，难道你吃土吗？对，好，那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那你就是得再去养活自己嘛。但是我要讲的是，这种所谓的2度就业，所谓的银发族的就业，它跟当年我们的第一次就业有不一样吗？来，各位，这就是关键了。第一个，我不缺吃穿，可是我每天在家等死，看电视，看小孩子孙子吵闹，我为什么不去麦当劳打工，然后让我觉得我还很棒？所以2度就业，他真的在乎的是钱吗？不是了。他真的是被压榨劳力吗？不是。我可以是一个公司的 CEO 退休，可是我到麦当劳去体验人生。对啊，我并不觉得我是被压榨啊，我是觉得我去重新认识生命。那重点就是你会把工作当作是一个快乐、
喜悦学习，还是你把它当作是一种悲哀？好，比如说举例来讲，假设有一天许医师要去2度就业，我可能就会开始去思考，我想去棺材店打工，学怎么做棺材，各位不觉得很有趣吗？我想去水族馆店打工，学怎么养鱼、换水，什么鱼要用什么样的饲料、什么样的环境。我开始在没有经济的一个担忧，然后我可以去认识人，我可以再去学习很多不同的技能。我最近还有一个想法，也许哪一天我精神科医师退休了，我想去找我同学，因为我同学都在大医院当院长。我说让我来你们医院重新当第1年的一般外科的住院医师好吗？我想开始学缝缝补补的开刀，可以啊。各位，那请问我是命不好吗？不是啊，等于说我就把我自己当作我已经死掉了，重新再转世啊。我已经不是过去的我了，我是重新转世的我。那重新转世的我，我可以去学钢琴啊，我可以去学各行各业啊，我可以进入社会大学啊，我可以再去念一个研究所啊。各位，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用不同的心态的时候，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整个大家关于年龄退休的概念，其实会完全被打破。那人类的世界就会越来越多样化了。